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，影院里没人起立鼓掌，因为全都跪着。整整170分钟，40分时渐入佳境，80分时叹为观止，120分泪流满面，160分恍如隔世。这部科幻神作《星际穿越》，也许你已经刷了不下5次，也许你光是听到音乐就已经置身那颗满眼是水的星球，再或者触摸到生命之弦，遁入5维幻境。为了以防还有人没看过，我们再来感受一次又有何妨？地球到了最艰难的时期，雾霾、沙尘暴连日不断，人类整日戴着口罩，没有新鲜空气，甚至锅碗瓢盆都要倒扣放着，不然就会吃灰。打扫房间花费人们大部分时间，扫起门廊更是灰尘漫天，这导致80%的人患有尘肺病。人们几十年吃不到肉，餐桌上只有玉米，饥荒、战乱，地球人口已经缩减到几亿人。更可怕的是，农作物出现了一种枯萎病，小麦、水稻成片被烧掉，土豆、秋葵也相继灭绝。大部分人放弃了本职工作，地球几乎只剩下一种职业，那就是农民。他们为了活命拼命种粮食，收成却越来越少。唯独坚挺的玉米恐怕也坚持不了太久。世界末日即将来临。库珀曾是一位资深的宇航员、工程师，后来失业当了农民，但他的眼光还在。在别人都种秋葵的时候，他种下了玉米。后来秋葵灭绝，他的玉米成了紧俏货，勉强可以支撑生活。但他知道这也不是长远之计，人类早晚会灭亡的。他有一双儿女，儿子高中还没毕业，就因为成绩普通，被学校取消了宝贵的大学名额，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农民。女儿只有10岁，却遗传了库珀的科学天赋。他研究父亲的航天模型，研究各种稀奇的事物。可他最近研究的事情却不太科学，甚至还有些古怪。他在研究幽灵，因为他的书柜最近不正常，总是出现一些灵异现象。库珀虽然不信，但也只能耐心地说，如果你认为那是幽灵，你要记录下事实，经过分析找到其中的原因。可没想到不久后还真的让他找到了。女孩的书架好像中邪了，总是莫名其妙往下掉书，掉完形成的空隙特别奇怪，像是被故意摆出来的形状。女孩认为这是幽灵做的，似乎想向他传递某些消息。她把这事儿告诉父亲，可父亲曾是个宇航员，根本不相信有幽灵存在。但怪事却接踵而至，先是无人收割机突然不听指令，全都跑到家门口集合，接着是女儿的书又掉了一地，直到最后一次沙尘暴来袭，一家人顶着风赶回家。女孩房间的窗子忘了关，沙子吹得满屋都是。就在父亲关上窗这一刻，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，空中的沙子形成一道道线形向下飘落，落在地面上，形成了宽窄不一的条状码。父亲终于感到蹊跷，他研究了一整夜，发现这里的沙子真的藏着信息。沙堆形成了2进制码，翻译过来竟然是一个坐标。库珀翻出地图，找到坐标所在位置。他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但他想去一探究竟。谁知掀开副驾驶，发现女儿也偷偷跟来，那是他研究很久的幽灵。他对此好奇极了。来到坐标地点已经到了深夜，面前立着一扇大铁门。库珀拿起老虎钳，刚要撬门，就被一束强光击中。再醒来时，他面前站着一个板片子机器人。他不停地质问库珀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，但库珀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只想快点找到她。这时一个女人出现，将他带到会议室，那里已经坐满了人。看到女儿安然无恙，库珀这才放下心。在这里他看见一位老相识，他是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。他们说这里极度机密，不可能被人找到，你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库珀只好把幽灵事件说了一遍。本以为没人会相信，没想到他们却信了。原来这里是宇航局的秘密基地，在座的科学家告诉他，你所谓的幽灵其实是引力异常现象，地球上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奇怪事件，最为显著的是在48年前，土星附近突然出现一条虫洞。要知道虫洞不可能自然形成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。另一端想和地球联系，想让人类过去。宇航局先是发射探测器，发现那边是一个遥远的星系，有12颗星球。10年前他们再次派出12名宇航员，分别去探索那12颗星球，任务是评估自己去的星球是否可以住人，如果可以就发射信号回来等待救援，不可以就只能等死。最后有3颗星球传回了信号，当务之急是要派人去核实，哪怕有1颗是真的，那么人类就有救了。鉴于库珀的航天经验，教授邀请他加入太空探索计划。库珀有些犹豫，毕竟这一走前途未卜，他放不下女儿，但为了女儿那一代能活下去，他还是选择了答应。临走之前，女儿伤心极了，她告诉库珀，她破解了书柜上的信息，是留下2字。但库珀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他将手表送给女儿，承诺她一定会回来，还告诉她他在太空光速飞行或者接近黑洞，时间会变慢，等他回到地球，也许父女俩已经是同样的年纪。女儿听了这话反而更加难过，赌气的将手表扔出去。哄不好哭泣的女儿，库珀只能忍痛离开。走之前，书架上一本书再次掉落，似乎真的在极力挽留他。库珀还是走了，女儿
儿冲出家门的时候，库珀的车已经远去，他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。路上，库珀再次掀开副驾驶，期待着还能看见躲起来的女儿，但这次只有2行热泪。